当代年轻人的应急自救好物，可以不用，但关键时刻真能救大命。就像这个硅胶防火毯，玻璃纤维加硅胶涂层可以防止1000度以下的高温，把它往身上一披，就能很好的将火源隔绝。家里那些不起眼的位置可以摆放几个，万一出现火灾，它就是你的保命法宝。遇到小火源还能用它隔绝空气灭火，家里老人和小孩都能用。然后是这个盐水灯，不管你往里面倒入的是什么液体，只需要给它倒入一把盐巴，它就能持续发光100个小时以上。这个亮度不管是家里还是户外使用都完全够了，备一个真能用得上。需要在户外过夜的可以备一个户外应急睡袋，别看它打开像个巨型垃圾袋，万一你哪天流落荒野，它就是你保命的法宝。批镀铝膜的材质不仅可以保温，还能防水防风，能在低温环境下最大程度保存你的热量不散发。小小一个也才15块，在户外扭伤或者伤到骨头的，咱们就用这个高分子急救夹板，只需将它包裹在伤口位置固定住，等待救援。防水材质还能随意弯曲塑性，适用于全身各个部位，使用起来真的很方便。有时候吃东西不小心卡喉咙的，可以用这个急救吸氧面刀。单向阀门的设计，只需用它一压一拔就能快速把里面异物吸附出来。大小2种尺寸，绝大部分位置都能用，放家里也不占空间。像这支多功能笔，表面上看它和普通笔没什么区别，但是它的外层却有精细的刻度尺寸和一个水平仪。打开笔帽里面还隐藏着一把螺丝刀，平时随身带一个能解决很多麻烦。盖上笔帽还能用它刷手机。在户外少不了用到水杯，像这个单杯水壶，它本身就是304不锈钢材质，厚实杯壁比普通水杯要结实，不仅能直接上火烧，遇到坏人或者危险的时候也能拿它挡一挡。还有这个户外铝箔仪，下雨天把它往身上一套，不仅能替你遮风挡雨，关键是它能锁住你身上散发出的热量。铝箔反光面也有助于野外等待救援。经常旅行的可以准备一个户外急救包，它里面包含了26项常用的应急物品，出差旅行带上它，省去你很多麻烦。放家里使用也能在关键时候帮上大忙，小小一个携带起来也很方便。有些应急食品也不能少，就像这个10型空心巧克力，每一根都金灿灿的像金条一样，吃起来丝滑浓郁，用的都是纯天然可可脂，也不容易发胖，关键时刻能快速替你补充能量。还有这个足足8斤重的军工级压缩饼干，里面添加了各种人体所需元素，小小的一块就能饱腹一整天。重点是常温情况下它可以储存4年左右。虽然是应急食品，吃起来却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，非常酥脆，平时直接当小零食吃也是不错的选择。还有这个21型军工火锅罐头，一棍足足有1500克，够一家3-4口人吃的了。常温保质期3年，配料表还没有科技与狠活，打开就是一股浓浓的香味，看着就口水直流。特别是里面的牛肉炖得很软烂，纯正的川渝风味，每一口都很有满足感。一罐还不到100块钱，比吃火锅还便宜。再往里加一点这个北戴河军工午餐肉，里面的肉粒相当饱满，它2一搭配堪称完美。本身不含香精色素卡拉胶，吃着也很健康，价格不贵还耐储存。最后再来一罐新鲜水果罐头，解腻，黄桃口味的，和小时候吃的味道一模一样，又甜又软糯，冰镇一下口感更佳。当代年轻人的应急自救好物，可以不用，但关键时刻真能救大命。就像这个透明防水创可贴，贴上它，就算是洗澡或者游泳都不再担心伤口碰水了，粘合相当牢固，贴在脚后跟也不担心被刮伤。虽然不带消炎效果，但是划下来一片才2分钱。然后配上这个一次性消毒碘伏棉签，能发明这玩意的绝对是牛人，一头折断碘酒从另外一头流出，不仅方便还卫生，关键一支1毛钱都不到。最后是我常用的去污神器超能免洗去污笔，什么油渍笔渍给它轻轻擦几下就能去除。平常吃饭难免溅身上，用它准备做，一支也才几块钱。就好比这个应急盐水灯，小小的一包，加入盐和水它就能发光，真的很神奇。而且它对水质没有任何要求，哪怕它是脏水、泥水还是泡泡水，都能持续发光120小时，这亮度完全够用。把水倒掉后，下次还能再用。户外找水源是很大的麻烦，可以备一个户外净水器，它里面有5层滤芯，不管你在户外接到的水有多脏，经过它的过滤和净化，就能得到一杯纯净的直饮水。小小一个也方便携带。还有这个应急防水打火棒，在户外没火可不行，把外层的镁粉刮到助燃物上，再用铁片用力一刮就能顺利点火，不怕水。小巧一个比打火机还好用。这个多功能手摇发电机作为应急求生装备，太阳能充电和手摇发电都是基本配备，野外照明能超40小时，关键时刻还能给手机充电。拉开天线就是接收3个波段的收音机，及时接收外界的最新资讯，还能触发顶部的报警，这样也能更容易被营救。翻过来还能当个应急小夜灯。还有这个户外求生手环，除了最基本的看时间和指南针外，
打开手环还隐藏着一把可以割断绳子的小刀，紧急时候这个小小的尖锥可以打破门窗逃生。关键它还配了一个大火棒，这颜值戴在手上做装饰也很酷。就像这个单冰水杯饭盒，采用铝合金材质打造，沉甸甸的很有质感。拆开后由3个部件组成，水壶可以装冷热水，底托是饭盒和炉架，不仅可以下面条煮饭，甚至烤肉都没什么问题。腰挂的设计出门携带很方便，看似平平无奇的手环，其实它是逃生手链。挂坠是钨钢材质，硬度非常高，家里的门窗、汽车玻璃都能轻松击破，关键时刻真能救自己一命。最后是这个应急保温毯，在低温环境中走丢可以最大程度的锁住身体的温度和热量，强烈的反光液能让救援队快速找到你。就像这个火绒取火器，不费油不加气也不用电，拔出小钢珠滑动齿轮就能将绒布点燃取火，防风防水，小小一个携带也很方便。还有这个藏钱防丢腰带，出门在外遇到手机或者没信号，这个时候随身携带的私房钱就能派上大用场，扒开腰带就能将钱藏在里面，不仅安全还不占用空间。最后是这个手捏发电筒，前面有3个小灯泡，按压一次它们就亮一次，想持续发光就连续按压，还有蓄电功能，这亮度完全够用。在很多时候这样一个手动发电筒真能解决很多麻烦。当代年轻人的应急自救好物，可以不用但关键时候真能救大命。就像这个坐车防晕眼镜，每个圈圈里的液体都能跟着车颠簸晃动，坐车晕车的时候戴上10分钟就能防止眩晕，妥妥的物理黑科技，比这晕车药还管用。然后是这个异形创可贴，里面有5种形态的创可贴，可以应对身体各个部位进行贴合，相比单一的长条形创可贴要好用很多，防水效果也很不错。在户外露营需要点火的，可以备一点这个点火松明子，只需用小刀刮一点点，然后用镁棒一点就着了，一次1根刚刚好。就像这个应急拔毒器，在户外被蜜蜂、蚊虫叮咬的时候，就将它对准伤口轻轻一拔，就能将毒液吸出来，受力面积小，拔毒效果也不错。然后是这个火折子可换器，使用时轻轻一吹就好了，6秒左右自动熄灭，防风又安全，而且可以充电，很环保。小小一个携带也相当方便。最后是这个军用级罗盘，上面罗盘刻有24山文字和360度刻数。登山测风的时候，10字线对准山峰，通过小镜头3.1线就能看到准确的度数和方向。还有水平测试和坡度重力器，全铝防水材质，也不怕它失灵，在野外有它就不怕走丢了。就像这个户外求生线具，别看它小小一个，把它套到10米宽的树干上，反复来回摩擦就能轻松将它锯下来。在户外需要检查火烧的，备一个真的很好用，一个也只要3块。然后是这个户外求生反光镜，别看它小小一个，却能折射出强烈的光线。在户外落单需要求援的时候，100米开外就能引起救援人员的关注，提高救援成功率。7块钱一个，随身携带也方便。在户外少不了点火工具，咱们可以搜应急取火放大镜，原本是给小朋友阅读学习用的，但是将它放在阳光下取火真的很快速，光的聚合点很大，效率也很高。8块一个，平常放家里给小朋友使用也不错。就像这个超强防水火柴，真的很神奇，将它点燃后，无论是遇到10级大风还是雨水天气都不能将它熄灭，特别适合在极端环境下使用。然后是这个车载应急尿壶，节假日上高速遇到堵车真的不能少了它，可以任意拉伸长度，容量很大，一次够2-3个人使用，密封性强，还能多次使用，加上这个辅助器男女都能用。最后是这个破窗神器，它的刀片是这种隐藏式的，在车上遇到紧急情况可以用它切断安全带，打开窗户逃离现场。隐藏式针孔按压才能出针，平日里放着也不会误伤自己。首先是这个露营必备的单晶硅太阳能充电板，直接利用太阳光转换成电能给你的手机充电，只要有阳光就不用愁没电。5片60瓦充电速度特别快，小小一个也就80多，随身携带也不影响你徒步或者爬山。然后是这个拉链式创可贴，只需贴在伤口处，往外轻轻一拉，不仅粘得牢固还透气，遇到紧急情况真的挺好用。最后是这个防灾蜡烛，别看小小一个，点燃后最少可以燃烧25个小时，没电的时候还是这种传统的